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目前市面上的手环类产品可以分为3类，我们最熟悉的小米手环、华为手环和其他。小米手环我们都非常了解了啊，而2分天下的华为手环，说句实话，我没啥了解的，也有蛮多粉丝问我关于华为手环的感受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华为的手环8，看看它是个啥水平。点赞收藏，我们先开箱走起。8.9毫米的轻薄设计，1.47英寸的全面屏，然后续航长、续氧自动检测、睡眠检测、心率检测、女性周期管理，然后这些东西，然后1000加的表盘。我买的这个是绿色的，还是 HarmonyOS， 它的标题是这样子的。先开个机，来了，华为。前提中文，下载华为的这个运动健康，扫一扫，添加，允许，重启蓝牙，把蓝牙关一下，确认。哇，它一开始就来这个1元智能减脂计划会员精品课，助眠音乐，智能睡眠改善计划。这等于说是，如果我们开启了这个1元的东西，它就会有这些东西啊。月卡价值20元，我靠，这还是月卡，自动续费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有开通过的可以说一下，只能说这个页面它其实它挺多这个广告的，就是什么新版本接龙，它不是我喜欢的这种 APP 吧。华为手环8是这种长方形的设计，1.4英寸的 AMOLED 彩色屏幕，194×368的分辨率 ，PPI 是282。我这款是翡冷翠的配色，边框是这种深绿色带一点小细洒的设计，表带透明硅胶，使用快拆设计，但做工有点一般。采用的是塑料的卡扣，会有些担心它的稳定性和耐用性。2点磁吸充电。传感器只有轻微的突出，整体的设计轻微圆润，边框和卡扣的设计我个人不是很喜欢，有比较强的塑料感，这是佩戴在手上的感觉。你们可以给它的外观打个分。在讲所有功能之前，我想还是非常有必要来先讲讲它的软件和表盘，因为这是它和小米手环最大的差异。在连接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异，就是华为的运动健康 APP 是建议大家花钱去购买会员服务的，小米的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制度。这个差异会集中在软件和表盘上面。从软件上来说，华为的软件在健康页面除了展示手环可以检测到的一些数据，还有很多别的东西。运动界面也有蛮多会员课，中间的按钮全是会员功能。设备界面除了设备信息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商城。讲真的，我是没有任何针对华为的意思，我只是个人觉得这样的界面我不是很适应。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小米的运动健康，我会觉得很舒服，不知道你们是个啥感觉？当然，这对于开了会员的小伙伴来说应该是非常有益的。正好我这有1个月的体验价格，要不来试一下？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出长期体验测评的话，记得留言，或者有长期的用户也可以说说你们使用的体验。这边的软件活力人生的会员我们可以先不管，来到表盘我们就会发现，我去，华为的表盘收费确实造就了第三方表盘的发展。这些第三方表盘确实都非常的丰富且美观，数量非常之多。以往我展示小米系的手表手环都会展示其全部的表盘，但华为确实太多了，我截图都感觉放不下。我在这就尽量把热销版和免费版给大家截图观看，然后是部分表盘实际在手环上面的效果，我尽量挑一些排名靠前的表盘来给大家看。表盘实际展示付费的还有免费的。付费的和免费的的确是有比较大的差异，至少从精细度上面来说，确实就差胜一点。当然，它也是有息屏表盘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它的这一个息屏，来看一下这个的息屏。而从价格上来说，华为的手环这表盘算不上便宜，所以主力还是在推它的表盘会员服务。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点，它的会员服务不是一个会员通用。这个是表盘会员，大家注意啊。新用户专享是1毛钱7天，9块9一个月，200多1年。那我们看前面的这种会员，
你千万不要以为它是同一个会员啊，它是活力人生会员，连续包月是1块钱1个月，然后1年的话是198，而且是新人的这个优惠。次月的话是15元1个月，表盘的话次月的话是20元1个月，所以你加起来得35块钱1个月，如果你一直开的话。还是挺贵的，我个人觉得啊。有买过的人可以说说实际的感受如何。接下来就是咱们智能手环的传统节目，所有的功能介绍。在此之前，大家最近想买一些手表或者数码类好物，可以去拼多多比比价。正好现在拼多多百亿补贴开工开学换新季，全类目爆款新年大放价，超值低价不去比价。打开拼多多搜索88400，点击图片或者点击评论区的链接直达活动会场。我的华为手环8就是在这购买的，补贴价只要178，比官网便宜了21元，非常值得自用入手。小米手环8 Pro 最低只要339，比官方便宜了30元，可玩性高，小程序、游戏我都有对应的教程，可以一步到位。手机方面，我推荐这款红米高端性价比红米 K70，现在百亿补贴到手只要2458，还有最新 iPhone 15系列基础款只要4588元，比官网便宜了1411元，省下来的钱可以再帮家里人买几个智能手表了。不仅 iPhone， 像华为 Mate 60、小米4这些最近的大牌好机在百亿补贴都有好价，而且所有百亿补贴商品假一赔十，还有品质险保障。最近开工开学有购物需求的，可以先来百亿补贴比比价，同样的商品能便宜好几百甚至几千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华为手环的系统界面如何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事无巨细的都来讲一遍，咱们这种新入手的小白能够全面的了解它到底有什么功能。那一样的，它是长按切换咱们这个表盘，有的表盘它下面是有这个日月可以自定义的啊。那比如说这样，然后左右滑动可以选择你的一些表盘，往下滑它是一个手环的控制中心。我们看目前它是有6个功能，但是它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功能，一共是10个功能啊。大家逐一来讲：计时器、秒表、表盘常亮、闹钟、设置、手电筒、找手机。我在这里。它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声音。我在这里哦。怎么说呢？就有点你们懂的。这是它的亮度调整，它的亮度它是没有亮度传感器的啊，所以它是只能自己调整一个亮度。它夜间它是可以自动调整到低亮度，待会儿我们在设置里面会看到。那这里它自己跳过去了。然后这个是免打扰模式，这个是睡眠模式。下面这个蓝色的是连接手机，电量，然后时间日期。往上滑是我们的消息，这个是往左边的话，它是一个天气和音乐。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做的是还可以的啊，因为它上面是一个天气，就这样分上下屏，下面是音乐，这个我觉得很不错。但是它是不能再滑过去的，这就到顶了。另一边，心率、血氧、睡眠、活动没了，就这些。然后我们需要进入它的所有程序的话，是点击这个小小的表冠，这是它的所有功能。我们逐一来看。训练，点击它，我们比如说户外跑步，我们点击户外跑步，你在这里是可以设置一些目标，距离、时间、热量，然后提醒1公里提醒、心率、训练压力等等，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开启跑步。左边是音乐，我们可以控制。右边也是音乐，它这个是循环的。我们直接到我之前跑的那几个来看一下，它训练完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点击它就是暂停，点击它确定。然后运动的话，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有多少啊？跑步、室内、户外、室内、单车、游泳、跳绳、椭圆机、划船机、自由训练、自定义。它这个对比小米的来说，它这个选项会少一些只能说少的非常多吧。然后我们看第二项，锻炼记录，我是跑了有3个，就拿今天的来说，我是跑了3.0公里啊，我是用了4分钟，
然后热量可以看到热量、配速、平均速度、步伐、步数、心率、心率区间、配速曲线、步频曲线、训练压力，然后恢复程度、最大摄氧量，然后就没了。有一个令我比较意外的点是，它当然是没有 GPS 的，对吧？但是它也不调用手机的 GPS， 就是我们点了，它就直接就跑了。所以这个有点，我有点理解不了，我为什么不做一个？对于我来说，虽然这个轨迹没有什么用，但是看着就会更舒服一点。第三个是训练状态，是 D 级，我可能是最弱的。然后训练负荷、恢复程度、最大摄氧量、心率。心率里面它是有今天一天的心率图表、静息，就没了。它很多设置是只能在手机上面进行设置的。血氧饱和度它也是一样的，它只有一个简单的血氧饱和度的一个图表，然后就是测量它心率和血氧饱和度，它都是可以开启全天的。然后活动记录今天一整天的，中高强度活动小时7小时，睡眠它是会有一个睡眠分数，然后睡眠时间，夜间睡眠、深睡、浅睡、快速眼动、清醒、零星小睡。更多它是可以设置睡眠模式，自动退出睡眠模式，但我实际测试这个并不是很准啊，因为有的时候我这2天到了中午它都是那种睡眠模式没有跳转过来，建议大家还是开这个定时会更靠谱一点，自动退出不行。测量说明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，压力58最近正常，压力占比都是正常，中等只有14%。它这个压力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点，和小米的不一样的是，它在 APP 上面是可以校准压力的。它这里会有一个压力校准，就是需要我们佩戴，我先假装佩戴啊，然后它是会有一些这些题目，你需要做12个题目，然后它才会校准一下。呼吸训练，它上面可以设置时长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，下面是舒缓、缓慢还是稍快，我们就用它默认的1分钟来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。它是会一直震动。好，音乐信息，比如说这个点亮了1颗星，然后比如说这个广告，它是可以这样子。天气，它这个天气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因为它上面它是会有比较详细的一个东西，它直接挤到这一个屏幕里面去了，什么多云、空气优，就拿小米的来说，这个是小米的，这个是华为的，我会更喜欢华为的这个。下方它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是，它是有昨天的、今天的、明天的，它是这样子排布。然后今天的日出日落时间、月出月落时间、月相，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点啊。钱包，这里面是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 NFC 卡片、支付宝、微信、秒表，点，它是在上面标那个新的计时器。1分钟、5分钟、10分钟、30分钟、1个小时自定义，1分钟，那它就是这样子。闹钟，它是可以设定跳过法定节假日，而且这里是可以自己自定义的，这点就非常棒啊！小米我建议这个可以学一下。手电筒我们刚才看过了啊，就一个简单的功能。找手机我们刚才也看过了。设置自定义卡片，我们是可以自己调整它这个位置，然后是否需要显示与亮度，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啊。然后夜间自动亮度，这就是我刚才说到过的夜间自动降低亮度，它是可以生效10点到早晨的6点。触摸亮屏、熄屏时间自动，然后这个是常亮时刻。我设置的是常亮20分钟，因为要拍这个视频嘛。震动强度现在是强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得出来啊？免打扰，我建议也是定时开启。它这个，你懂的。睡眠模式我刚才说过了，密码、通知、
通知是主动亮的屏幕，仅在佩戴时显示通知。锻炼设置自动识别，这个我目前还没有开过，这个大家可以说一下。心率广播它是有这个的，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啊，这就可以给别的设备识别到。系统与更新，软件更新，它这并没有啊，还不能退出了，不应该瞎点的。它这点了系统更新就没有办法退出了，这个有点没有防呆设计啊，连我都不知道它点了之后它是没办法的，绷不住了，蓝牙关掉了它都没有办法停止。好，终于把它挤出来了啊！接收升级包失败，它要重启一下。开机动画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刚才已经点到了这个系统和更新，重启、关机、连接新手机、恢复出厂、使用指南它也可以扫码看教程设备名称、型号它就这些功能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现在把它所有的功能看完了，你可以给它打个分。上面提到，其实我们很多功能在手表上面它并不能直接的搞定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，就是在手环上面它并不能设置所有的功能，比如说连续心率检测你是不能直接开的，然后压力、血氧这些直接是在手机 APP 上面开启的。然后找设备，它是这样子，天气推送、钱包还需要下载，那交通卡和门禁卡、锻炼保护，那其他的就没了。它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，就是它这里有一个我要检测，就是你检测它是否所有功能都完全。我们开始，它会自己自动检测，按压有震动，就是类似于一个出厂校验，正常，我们直接点击输出就行了。然后它检测完了，它需要重启一遍，那其他的就没什么了。这就是它几乎所有的功能。那它这边还是提醒我们，有卡未领取，会员权益，然后勋章、数据。总的看下来，你是啥感觉呢？我体验下来会觉得它的信息密度会比小米手环要高一些，比如天气界面，比如天气的和音乐的分上下屏等。在系统上面，它也会有一定的记忆，就是软件在上一次回到表盘的地方，状态栏的下拉同样也是需要再次往下拉一点，这是我有一些不太适应的地方。在功能上来说，它比小米手环少了一些，比如语音助手的功能，所以它也没有麦克风，自动亮度也是没有的，只能开启夜间降低亮度，跑步没有 GPS 轨迹，这是我理解不了的。没有 GPS 可以调用手机的呀，为啥连轨迹都没有呢？很奇怪啊！但它完全没有优势吗？这倒也没有。它的续航在我这段时间的使用下来，我觉得是会比小米手环8更长一点，全开状态下是有4天左右的续航。而表盘，如果你是开了会员的话，这个丰富程度确实非常夸张。华为手环的用户是完全不需要自己折腾第三方的，直接氪金就行，这点确实是非常不错的。它给我的感觉是和小米手环8 Pro 的感觉很像的，核心的功能都有，细微的功能它也有差别，这也是它成功的原因。不过它走的路线是和小米完全不同的，就和手机一样，我们从它这个逻辑可以察觉到这两类用户的不同。还有一个只有你拥有它们两个的同时，你才能察觉到的问题，就是它们的流畅度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华为手环它的刷新率应该是30帧，屏幕刷新率，而小米的是60帧，特别是在这么一个大屏上面看，那这个区别更大了。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华为手环8，不要忘记了拼多多搜索88400，享受更多100亿补贴的折扣福利。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记得多多支持。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最后的最后，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